AI 可以帮你做什么？第3章，从自动化工作流 Workflow 演进，认识 Diffy 和 N8N 视觉化 AI 工作流平台。如果你曾经尝试过呼叫 Siri， 请它帮你新增一个日历，就会知道以目前的 Siri 而言，还是可以顺利完成这样的要求。然而，如果你曾经进一步要求 Siri 帮你把来自某位客户发过来的Gmail所提到的会议时间新增到日历，就会被告知 Siri 目前没有这项功能，顶多只能帮你打开 Gmail 或是日历而已。这时候你一定会怀疑，这不是 AI 本来就应该可以轻松完成的工作吗？那么接下来要谈到的工作流，应该就可以让你在这些资讯中找到答案。在我们向大家介绍 Diffy 以及 N8N 这类强大的自动化工作流平台 Workflow 之前，我们就先设计一个简单的工作流，让大家看看这些平台到底可以帮大家做什么。首先，我就先使用 Diffy 进行示范。在这里我就假设要为律师事务所建立一个具有自动回复功能的客服机器人，只要接收到客户传来的讯息，就会触发工作流，开始去读取事先建立的知识库，也就是类似客户问答的资料库，再将资讯传送给 LLM， 由 LLM 根据你的指示 prompt 将回复资讯整理成符合律师事务所对客户提问的回答，最后传回到工作流的结束节点。今天我们来介绍 Diffy 这个强大的 AI 应用开发平台。首先，我们进到 Diffy 的主画面，并点击上方的知识库功能。在知识库中，我已经预先上传一个档案，里面包含20则公司网站常见的问答集。点开这个档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问答资料都已经被系统整齐的分段处理，成为 AI 学习的基础。这些内容将作为我们等一下要示范的 AI 客服机器人在回复客户问题时的参考依据。接着，我们回到工作室，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好几个设计好的工作流。我们直接点选预先设计好的 AI 客服机器人工作流。整个工作流的结构十分直观，流程从开始节点出发，只要使用者输入讯息，就会启动整个工作流。然后依序就是第2个节点知识检索，第3个节点 LLM 及第4个直接回复。第1个开始节点通常不用变更系统设定，就可以直接使用。只要使用者输入讯息，就会启动整个工作流，并将讯息传到第2个节点。我们可以从右边的参数中看到，这个节点就是连接到我们刚刚建立的知识库，让 AI 从档案中搜寻与使用者问题最相关的资料。接着，检索到的内容会连同原始问题一起交给整个工作流的核心，也就是 LLM 大型语言模型节点。在这里，我们可以透过下达指令，要求 AI 依据提供的资料去比对客户的问题，并整理出专业且有条理的回答。可以看到参数中的上下文栏中已经填入第2个节点知识检索，而 System 栏则是有点类似 ChatGPT 中的 prompt。最后， AI 生成的回复内容会被传送到直接回复的第4个节点，让客户看到最终的回复内容。接下来，我们就点选右上方的预览按键进行测试，在跳出的对话框下方输入我们的问题，请问是否有律师在线上？按下确定后，我们可以看到4个节点会依照顺序被绿色框线框住，代表工作流正在顺利的运行。很快的，在预览的画面中就产生了工作流最后的回答：您好，感谢您的询问。目前律师可能因为案件处理或其他事务不一定随时在线上，祝您一切顺利。从这个示范中可以看到， Diffy 平台将一般人原本难以接触的技术门槛变得相当容易理解与使用。可以看到，使用 Diffy 作为工作流平台，确实要比单纯在本地部署 LLM 具有更多丰富好用的功能。而且实际上， Diffy 和 N8N 在网络上都已经有庞大的社群资源，使用者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接下来，我就继续使用 N8N 进行示范。在这里我是先构想在官网 Jeffrey Law 已经设定好可以让使用者填写联络表格后，官网就会自动以电子邮件寄到后端的 Gmail 信箱。所以，我希望建立一个工作流，可以在收到官网寄来的信件时，
AI 就会自动将它的内容转化成任何案件都会用到的案情摘要，再将案情摘要储存成 Google Docs 文件档案。接着，在这份文件使用完后， AI 又会将文件中的当事人以及电子信箱等联络讯息储存在 Google Sheets 作为将来在资料库中建档备用。这等于是在收到客户填写的表单后， AI 已经同时帮我们开启了法律案件管理以及客户资料库的建立，两个最为重要的工作流程管理系统。为了方便说明，以下就将整个构想拆成两个工作流来完成。在这个示范中，我们将会介绍如何使用 N8N 来自动化处理从网站表单寄来的电子邮件。首先，我们来到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官方网站，模拟一般使用者，点选上方的联络我们，来进行法律咨询。接着，我们在联络表单中模拟使用者依序填写姓名、电子邮件信箱，并在最重要的留言区块详细描述一个车祸案件的经过。这种表单应该是商业网站用来搜集潜藏客户的常用技巧。只不过因为客户在填写资料时，通常未必会完全依照商家的需求，所以即使官网已经设定好可以自动将资料寄送到后端，商家在取得资料后，往往还是必须耗费人力去进行整理。以就我这里所示范的律师事务所而言，最需要在事后以人力进行整理的，当然就是案情概要了。完成所有内容的填写后，我们通过机器人验证，并按下传送按钮。画面上显示传送成功，代表我们的咨询需求已经顺利寄出。现在，我们切换到预设的 Gmail 收件匣，可以看到，刚刚那封从网站寄出的信件已经成功送达了。打开信件，我们可以确认内容完全符合我们刚刚在网站表单上所填写的文字。这一步确认了前端地资料可以正确的送到后端信箱。确认完毕后，我们回到 N8N 的仪表板，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许多工作流，使用者可以在这里点选想自己要打开的工作流。我这里就直接找到这个我预先设计好，并且设定为随时启动的 Gmail 底线 Summary 工作流。这个工作流的第一个节点是 Gmail 触发器，我将它设定为每隔一段时间就自动检查信箱是否有来自特定寄件人的新邮件。点选节点后，就会进入这个节点的设定参数画面。如果点选左上角 Back to Canvas， 就会退出参数设定，回到最初的工作流画面。一旦触发，第二个节点就会去取得邮件的完整内容，然后邮件内容会被送到核心的 AI Agent 节点。在这里，我预先写好指令，要求 AI 将邮件内文整理成一份包含案情概要与法律建议的摘要。可以看到，这些设定同样是要点进这个节点的参数设定画面。以这个节点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使用 prompt， 要告诉 AI 如何整理这些资讯。这一点和我们现在在使用 ChatGPT 或其他 AI 生成图片软体时，都要使用 prompt， 是十分类似的。最后， AI 整理好的摘要会依序透过生成与更新 Google 文件的节点，将内容写入一份全新的 Google 文件中。由于我设定的检查频率较长，我们就直接点击下方的按钮，来手动执行一次工作流。执行后，可以看到节点依序亮起绿灯，开始处理。中间的 AI Agent 节点，因为需要思考与生成文字，所以会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当流程全部跑完，就代表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了。除了在执行过程中，可以看到每一个节点外缘会依序产生绿色光圈外，最后也会在右下角以绿色文字显示执行成功的讯息。如果出现任何错误，则会在节点上显示红色文字及讯息。现在，我们直接打开 Google 文件来验证结果。由于我将文件命名规则设定为日期加上案情概要，因此可以很轻易地找到刚刚由工作流所生成的新档案。点开文件，可以看到内容的格式已经和原始的邮件内容完全不同。它被整理成包含案情概要与法律议题建议的结构化文件。这就证明了，透过 N8N 的自动化工作流，我们成功将前端网站的表单咨询无缝地转换成一份清晰易读的内部案件摘要，大幅提升了处理效率。接着，我
我们来示范一个更进阶的 M8N 应用，如何从文件中自动抽取特定资讯，并存入资料库。我们打开这个名为 docs_to_sys 的工作流，它的目标是将 Google 文件中的特定资讯，另外储存到 Google Sheets 作为结构化的资讯，以便将来作为客户联络资料库使用。整个流程由 Google Drive 触发器开始，我设定它去监控一个特定资料夹，只要有新档案被建立，就会启动整个工作流。接着，下一个节点会去读取这个新档案的完整内容，然后档案内容会被送到核心的资讯抽取 AI 节点。这个节点的任务就是从整篇文章中精准地找出我预先设定好的特定资讯，例如客户姓名和电子邮件。因为这份文件本来就是一份案情概要，而不是专门作为建立资料库的文件，所以这里才要使用 AI 帮我们抽出我们想要的资讯。这个 AI 节点的背后是由强大的 Google Gemini 模型来驱动，它会将抽取出的资料进行结构化。结构化后的资料才能方便资料库的管理及使用，和我们平常所使用的文件档案结构是完全不同的。最后，这些结构化资料会交给 Google Sheets 节点，以新增一列的方式将资料写入我们指定的案件管理试算表中。当然，在这里只是以最简易的 Google Sheets 试算表进行示范。如果是真正的商用资料库，牵涉的技术必然会复杂许多。设定好所有节点后，我们同样手动执行一次工作流来进行测试。流程很快就跑完了。执行成功后，我们可以来检视一下中间节点的运作状况。点开资讯抽取节点，可以看到，在左边的输入栏位是文件的原始文字，而在右边的输出栏位 ，AI 已经成功将姓名与电子邮件转换成干净的 JSON 格式。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流的重心就是利用 AI 强大的功能，帮我们从复杂的资讯中抽取出我们想要的特定资讯，不必像以往在收到资讯后还要以人工进行分类及整理。这个干净的资料在传送到 Google Sheets 节点时，就会被正确的对应到指定的栏位，确保资料写入的位置不会出错。最后，我们回到 Google Sheets 档案中，可以看到刚刚工作流抽取的姓名和电子邮件已经被自动且准确地新增到我们的案件管理资料库了。透过这样的自动化流程，许多原本需要人工复制贴上的繁琐工作，现在都能在弹指之间自动完成，完全无需人力介入，确保了资料的准确性与及时性。这里我们要向大家说明的是，在 AI Agent 产品和技术推陈出新的潮流中，除了可以了解并选择成熟的 AI Agent 产品，作为个人在生活及工作上的辅助外，对于以往本来就已经很成熟的自动化领域，在添加大语言模型 LLM 以及生成式 AI 技术的突破后，更是每天都会有 YouTuber 在网络上分享更贴近个人需求的工作流设计。因此，不论是商业上提供客户的客制化工作流，或是个人使用的个性化工作流，都应该是各行各业以及所有个人值得花点时间去了解的趋势及技术的。实际上，市面上也早就已经有许多知名的工作流自动化工具，例如 Zapier、Make 或是 Cos。这些平台提供了数千种应用程式的整合能力，透过大语言模型 LLM 等 AI 技术的应用，使用者可以透过简单的拖曳和点选，就能设计出复杂的自动化流程，无需编写程式码。它们极大地提升了个人和企业处理日常事务的效率。然而，因为这些为了提供庞大云端服务而普遍应用 API 技术整合其他服务的商用平台，在商业机密及个人资料保护的议题上，始终无法消除使用者的疑虑。因此，开源的 Diffy 以及 N8N 这类强大的工作流平台，自然就会成为 AI 时代来临后，除了一般 AI Agent 的商用产品市场外，想要更进一步实现 AI 应用客制化、个人化的使用者所关注的焦点了。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